因为我羞涩。因为我这个嘛必须剪进去。因为我腹中羞涩。我忘了这个要摁2下。没有，那个没有收音，收音没有进去。都是用白说了，花絮也白花了。就这样，那我重新再讲一遍故事。2个月前，我们现在也发展的挺快的，我们活动也越办越多。我也也在周末这个订了回国的机票，历经了差不多7、8年了啊，就是我一直没有回国，就感觉工作啊、身份等等，对，就是很久，就一直想要说用一个小有成就感觉、很自信的回去，你知道吧？但当时就觉得，哎呀，事业都挺稳当的，终于可以回国。就这个时候，一个周三很 chill， 去公司先跟同事吃午饭聊聊天。这个时候 CEO 就发了个邮件，说我们要这个 reshape 一下我们公司，然后怎么，感觉非常的正式，就是像正常的一个通知一样。在最后说，以下我们会在4个方面主要进行一个 reshape， 然后最后一条提到了我们将会把公司的员工分为3个 group， 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待定，还有一个是被裁员，就是很明确说，很明确。当时就我跟我经理还坐在一起，然后我经理比较没有反应过来，甚至把邮件的某个细节读错了。当时我们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感觉公司是去年年初的时候3月份才裁了15%的样子，去年年底也才换了一些 leadership， 所以我觉得说公司发展应该还挺好，但可能结果那天就是因为要第2季度财报，所以是可能这个契机就听到这个消息那天呢。我就坐在那里，就是中午，后来就大家就突然都不聊天了，都不看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对话，也不知道你是哪个组。就我忘了具体是不是当时说了有没有分组，但是好像是有提到这么一个。那么长的信息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你只知道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我当时就那天回家就是都很。没反应过来，但我立马去给律师打了电话，就是我立马会想到的说是，我的身份要受到影响，那么我有什么是我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做的，包括我正好2天前才订了一个机票准备回国，那我主要想见家人啊，这个8年了，好不容易说有这个契机，当时心里其实挺翻江倒海的，但是一般我都会先去做我可以掌控的事情，所以说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反而。开始忙起来了，然后那天我们好像还有个会，还开了会对，就是一般我们周3、周4都有活动会嘛，所以就是其实那几天没有想很多，但是第2天立马就交了钱，律师费啊什么的，就是不停的在做各种事情。然后同事呢，大家在那会儿就非常的安静我其实觉得这次裁员就讲了这么一些具体的事情。其实我想说，这个裁员，你可以看到人的一种变化吧。而且我们这个提前2个月说，不是第2天就突然一下，所以这个2个月的时间，大家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工作？大家是怎么以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怎么跟在这个时候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2个月之后的现在，我还有幸坐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被裁。但是那我换一个角度，如果你被裁了，你觉得你心态会不一样？实话说，这个我其实一直是按照我被裁的心态。就朋友开玩笑说，我甚至跟朋友说了，哎呀，马上就要没钱了，咋的？你是已经知道你被裁了？对，我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准备。不能说我悲观，但我可能会希望把自己的这个预期或者说自己的心理建设是放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点，就是我想着做最坏的打算，那么具体的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把我准备的都准备，那么其他新鲜的事情该做，该跟朋友出去吃饭，该跟朋友吃饭，然后周末回到家里面重新弄作品集，然后弄律师准备欧案材料，昨天欧案这个又通过了，然后也弄EB1这些，就是天天给律师打电话，就反正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更希望让自己每天都动起来，对，就是不要坐在那儿想，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但实话呢，就是你经常会坐那儿就发呆，就是会把自己的能量耗尽了才能入睡的这种感觉。可能2周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还有一点时间啊，然后反正你该做的就是前1-2周你都做了，然后好像还有点时间。我们是9月中的时候，他说是9月底告诉你，但是9月中的时候突然说我们周2会有一个 update 给大家，结果在那个周2的 update 上面就说我们这周4将会公布名单。就这一天很好玩，就是公司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很多人都去，就感觉就都要去 show up 一下。有的人很开心，有的人很安静啊。你就问开心的人为什么？其实你知道结果了。他说不是啊，我只是觉得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跟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工作。然后所以我要 enjoy 当下啊。我会觉得，有时候大家会问我说，是不是就是美国人或者 local 的人就不会那么紧张，或者说就不会像比如说我们没有绿卡的或者你有身份的这种问题的。但其实我看到，其实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小困境啊，或者说需要面对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时候一定就是共情吧，然后去互相安抚对方，互相鼓励对方就是可能有很多人说这个时候就很假，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就是其实是这个市场，是这个环境或者说也不是公司的问题，我觉得只是整个经济的问题，所以说跟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你之前的工作的表现或者你现在工作 style 也已经在那一刻就是这样子对，我之前跟我一些同事聊裁员，就是其实这一波科技厂就裁得特别凶嘛，其实蛮多人都会说就很 traumatized，甚至有一点那种创伤过激，就是比方说看到一个莫名其妙 mandatory 的 meeting 就会想，是不是谁要走了？像我在我上一家公司也是，我们是经历了4轮左右，可以看出来每一轮大家的那个心情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第一轮可能理解，公司需要缩紧一下开缩，适当的缩减一下人员，然后被影响的部门也比较边缘的，也不是核心的。然后第2轮、第3轮，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很好 performance 的，开始被影响到，也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理由，甚至整个有一些业务不算那种边缘业务，就大家心里面也会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这个公司没有那么有人情味，对吧？对。甚至是从公司也能看得出来，越来越没人情味。一开始是还提前几天有一个告别，第2次、第3次就是慢慢给你1天时间，大家还能够发 email 跟大家告别事儿。然后到我那一次，我其实有一点幸运了，就是第一是我觉得我心态上没有特别被影响，然后因为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当时我的 director 大概在那个2周、3周左右前还跟我说我要走了，所以我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再加上那段时间本身就公司就很混乱，就觉得这个苗头反正不太对。当时他走的时候，我已经也开始萌生要走的这个想法就是在裁员的大概2天前，理论上就是这个是比较封锁的消息，然后在2天前我的另外一个组的 director 还有包括我的老板吧，就是私底下跟我提前讲的这个消息，我还准备好了 email 跟 Slack， 就第2天全部都是自动发送什么的。我在午夜12点，我发现我的 Slack 先被锁掉了。然后我赶快把 email 发出去，大概过了5分钟，我的 email 也被锁掉。就是理论上这个消息还没有通知我，就是相当于他为了防止大家去沟通，我就会觉得这个太对啊，你这都太有点冷酷了，也这么好像也有几轮了哈，也干嘛突然到你这一轮之后要有这么一个？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前面几轮大家开始越来越多意见，对吧？就是说。对公司处理裁员的这个方式，会越来越不满意。
可能是要避免留下来的人有太多情绪，大家都在发这个告别的邮件的时候，可能收到的人会有点我留下来，可是大家都走，还是多少有点不开心。而且就是说，其实多轮裁员嘛，package 越来越小，是的，这个福利越来越少，是的，怕大家是有意见。那你们是觉得这个有预告的，就是自己有心理准备的裁员会比较好，还是就是突然你就已经没有 access 了，然后你就啥都不管这种？你们觉得这个比较的话，心态上面哪个比较好接受呢？我觉得有预告。从心态上讲哈，可能就是一个是长痛不如短痛，但一个呢就是现实生活中能给你多时间准备，你能去做一些 backup plan， 我觉得这个比较务实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法律上，就如果你裁的人超将近接近30%的话，这个是法律上公司提前2个月通知60天通知的，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也是后来听到说肯定人裁的比较多，不然就各种契机吧，他不可能这么提早跟你说。刚才你说的这个不让大家沟通，这个或者你给大家发邮件，我们部门最搞笑就是不知怎么着提前1天有一个人就发了一个邮件发了一个 Slack 在那个上面群里面就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想就是发了一些感人的话，然后把自己的那个信息都留上去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时候有了另一个人也把自己的信息留上去了，就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或者不知道明天心情会如何，就是想提前 share 一下大家的自己的消息。后来就开始就是 content infiltrate 就开始就老长，每个人都告别，每个人都在讲发自肺腑的话。我这次体验，我觉得怎么说呢？反正我个人来讲，心态上面，还有我跟我的同事们关系都不错，大家都是觉得可能现在市场不是很好，然后有的要买房，有的家里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收入或者怎么，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真的是说，能够互相帮一把，而且我觉得同事在一个公司里面，就我觉得往后我如果在企业里面去做的话，尽可能还是说去 build 更多的一个好的一个 connection 吧。共情这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你们该去认真工作就是说工作，该去竞争也去竞争，但是这只是工作，这不代表你 personal 的一个情绪。真的如果出现这种市场不好啊，公司的决定啊，那大家互相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吧。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这个非常 personal， 你是这么想的，别人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想的，也挺难控制的。我觉得其实就从公司的层面来说，如果流动性一定是不好的。虽然我觉得有的老板会觉得这样好省钱，稍微真的是从底层做下来的，他就很能理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决定，你应该是尽量要让大家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而且其实就是很多人是真的是理解你这个产品，或者待的时间比较久的，你看起来好像他职位比较高，或者是他的配因为每年会涨嘛。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说hire人，有的时候他说我在做的事情跟那个人做的事情差不多，为什么他的配会比我高那么多？也许就是他经历的时间长，他经历过考验，他能够在危急的时候 support 的，或者是发挥功能，他有那个稳定性，对吧？稳定性非常说的在点上，因为我看到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在 marketing 部门嘛，做品牌，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 campaign， 我们的团队氛围很好，大家都会说 shift 我们的 project， 就让每个人去 touch 各个领域，但是有的时候你能看出来，有的人被assign到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得到一些不太好的回馈，他能够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自己去解决，或者说怎么去跟团队运作，他还是自己主动的去 proactively 去 solve problems。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经历了1周2周，开始会有一些抱怨啊，或者说会提出我需要一些 support。 那我不觉得说提出 support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就有一点非常 tricky 了，就是说你去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能够体现你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一个关键的 moment。那如果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难道真的你的 performance 或者人家都会看到这么一些小的点吗？但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做事一样，就是越是 detail 的事情，并且越是在关键时刻，你怎么去做的，你怎么去说的，怎么把事情去解决的，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人能力。我也不是说被裁员或者说裁员的决定就是因为好像完全 focus 在个人的这种performance 上，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在日常的工作中能够注意到这些点然后很简单，就有些 leader 他会非常的稳定，然后他的一个气场在那里，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会议，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去稳住那个场面，然后去思考那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去怎么做，对吧？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 leadership 但有些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在这想要往 career path 继续往上走的过程中遇到了坎儿，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去从自身先去找一些问题我们都是在这个市场情况下生存的人，除了运气和现实问题以外，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说通过自身去做一些调整。至于你已经努力了，你已经做到自己可以做的，那我觉得就不要再去自责，也不要去自我怀疑，也不要再去怨别人。我觉得就是你要肯定自己，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完全都是你个人的原因。你如果不停的自我怀疑，或者你去怪别人，怪你的 team 或者怪公司，这个最终带来的一些弊端或者损耗，其实都是在你自己身上。是跟别人你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要去惩罚自己了，反而对，这也是我可能就什么安抚一下我的同事。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裁员就是个危急的时刻嘛，人生可能就是在无数个这种 critical moments 成长起来的。对对，就是其实每过一道坎，我觉得人好像就你能够承担更大，能够在困境当中体现的这个能力也被打磨了一次。我觉得其实这个延伸到从公司上也是一样，其实就是 leadership， 我觉得真的是在危急时刻才能体现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对我上家公司，因为我一开始进上家公司，我会觉得哎呀好美好啊，因为是什么，就是他们融了一轮特别大的，我会觉得所有东西光鲜亮丽，就是我们会办 summit， 公司带我们出去吃特别贵的，就是感觉哇这个公司好有钱，福利好好，各个部门都在扩张，有新的 idea， 就会觉得哎好有意思，好多东西可以做。但是真正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反而就是突然一下就是凸显出来了。当时几个 sign， 第一个就是会发现这个 CEO 怎么就是像不懂产品一样，就是老过来挑一些有的没的，非要把产品就拖到一个不是那么合理的一个方向。然后其实有很多组是在做新的东西，但其实这新东西也有一些重复，就资源是浪费的，也不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其实就有很多组是有 budget， 但是好像探索的东西都不相干，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我们做了2代嘛，第2代是有一些更新，但是呢又没有说特别新。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当时有一个困境，就是想要推进的那个方向就很慢，因为有的组想做这个，有的组想加那个，每个组都在不停的加，这个东西还没做出来，就进程反而就是拖得比较慢。到后面就开始发现，这个可能公司上层的决策就不管这个东西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他就把它给砍掉。后来在跟我的那个前 head of design， 他也被裁了，他还在我的前一轮被裁掉。后来我们俩有一天catch up 聊天的时候就说，就是其实你能看到像到后面的第3轮跟第4轮，他就是已经不管了谁工资高就裁谁，他已经没有注重这个产品逻辑了。甚至包括我们裁掉之后，就是所有被裁掉的人有一个群聊嘛，有一个人就开始分享，其实你们知道吗？有一个人其实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公司，他发了很多他的一些分析，
简单来说，他的分析就是认为，这个 CEO 就是没有任何规划，花钱如赌。我刚进去的时候，就 CEO 是有一个 private jet， 就是有很多这种，你会慢慢意识到，哦，危急时刻这种东西就会浮现出来。对。像刚刚你提到有一个 sign， 就是一个公司是不是好，其实一个阶段性的，如果有 leadership 主动离职，或者说你们听到这个类似就 leadership 对哪个 leadership 不满的话，或者觉得他的决策有问题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 sign。那如果走一个，可能是一个偶然；那如果走2个、3个，那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预告。我这2次的这么一个裁员经历都是这样。我们也是，对，我们也是。对，那看来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自己 leadership 有提前走，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就是 leadership， 他知道多，对，他所以看得到东西比你多，他能够预判，对他识人的经验也比我们都多，所以说他能够看到目前公司的一个 strategy 下面这个 leadership 或者新招的这个 leadership 是不是适合，或者他做的这工作的风格，或者他招的人是怎么样一个 work 的。